欢迎来到早晚听书，与书同行，智慧相伴。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澳大利亚心理学家朱迪斯·洛克的《适度养育》，副标题是培养独立且自信的孩子。最近，网络上的社会新闻中多了一个热门关键词——全职儿女，指的是许多年轻人因为暂时无法就业，而选择和父母一起生活，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同时由父母负担基本生活开支。然而，通过各种媒体对全职儿女的采访，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完全无法就业，而是在进入社会后，由于心理脆弱，缺乏社交沟通和独立生活技巧，主动选择退回原生家庭这个舒适区，让父母背负起他们的责任。同样，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失意青少年也选择既不上学，也不就业，在家啃老的生活模式。在日本，他们被称为尼特 NEET 一族，而在美国则被称为归巢一族。在我们今天讲解的这本书里，作者洛克形象地将这种脆弱、无法独立生活的孩子称为盆景儿童。盆景儿童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时走入了哪些误区？作者洛克在本书一开头就回忆说，自己曾经接待过一对夫妻，他们竭尽所能地为女儿创造了最好的成长环境，送她进优秀的私立中学，支持她发展广泛的兴趣爱好，比如马术和舞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全心全意地照顾女儿，母亲甚至为了能给孩子充足的陪伴，辞去了原本不错的全职工作。而父亲则会在每个周末带着全家去旅游。然而，他们的女儿却丝毫不感到幸福，常年情绪沮丧又愤怒，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痛苦。洛克说，自己曾经认为导致亲子关系不佳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父母不积极履行责任，或者父母双方养育理念不一致。但近年来他发现，一种全新的教育误区正在迅速蔓延，那就是父母在养育孩子时，一边过度倾注资源和关注，一边对孩子提出了一系列难以达到的要求，从而让孩子不仅无法变成独立负责的成年人，还拥有了一系列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他特地发明了一个名词——过度养育，来形容这种错误的教育模式。作为对策，洛克建议父母们应该对孩子采取一种适度养育的模式，果断削减那些过剩、不必要的物质和关注投放，并且降低对孩子不切实际的预期，这也是本书题目名称的由来。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和孩子的关系是否属于过度养育？健康科学的适度养育到底包括哪些基本要素？接下来，带着这些问题，我将分两部分为你讲解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错误的过度养育有哪些特征，以及它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其次，我们再随着作者洛克的讲述，了解一下父母该遵循哪些原则和具体方法，才能实现对孩子的适度养育，帮助孩子成为独立、自信、合格的成年人。在导言中，洛克给父母们出了4个心理小测验，分别与养育风格、养育处境、养育中的自信心态以及孩子的状况相关，从而帮助家长精确判断自己对待孩子是否已经属于过度养育。如果为人父母的你感觉自己和孩子的关系没有预期中那样亲密，或者孩子的成长与你的期待不符，不妨自我测试一下。另外，在书中，作者洛克还特地给我们画了一张图，通过家长对孩子的回应以及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这2个维度，把亲子养育细分为4个维度，也就是4种模式：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所谓回应，是指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照料和关爱，而要求则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以及通过言传身教、激励与承接，确保孩子达到期望的各种手段。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那到底什么是过度养育？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左下角那种高回应、低要求的溺爱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传统儿童心理和教育家都认为，同时对孩子做出高要求，并对孩子的要求做出高回应的权威型育儿模式是最理想的。然而，今天很多孩子家长的想法却陷入了一种思想误区，那就是既然自己在育儿中的投入和得到的回报成正比，那么自己只要不断追加投入，就可以持续得到不断增长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家庭对孩子的回应，也就是资源投入，以及对孩子的要求，都升高到了一个非正常乃至极端的水准。
按照作者洛克的说法，这种同时具备极端回应和极端要求的养育模式才是过度养育。接下来，作者洛克就总结了在养育过程中极端回应和极端要求的几个特征。如果身为父母的你怀疑自己已经超越了适度养育的范畴，不妨留心一下，对照看看。首先，过度养育在回应方面的特征包括：一整个家庭生活以孩子为绝对中心展开，父母甚至会放弃让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的工作升迁机会，就为了维持已经过分充裕的亲子相处时光。二，为孩子提供物质极大充裕的童年生活，甚至超越父母收入可承受的标准。三，过度关注孩子的情绪，为孩子各种示范甚至不良行为找借口，并做出过度解读，从而导致孩子发现自己利用最轻微的行为也可以让父母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并实现情感勒索。四，对孩子过度信任，如果孩子犯错，父母常常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他人，从而使得孩子习惯于撒谎，也就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描述外界的一切，甚至会让孩子形成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拒绝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应有的责任。反过来说，极端要求和对孩子的极端回应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家长的思维定式就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那孩子就理应给自己相应的回报。具体来说，在过度养育中，父母的极端要求通常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在学业和特长技能上，要求孩子出类拔萃，无视孩子的能力天赋短板，信奉大力出奇迹，不断压迫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让孩子不断自我加压，一点挫折都会让他们感到心理崩塌。二，在人际关系上，要求孩子成为同龄人中的社交明星，甚至为孩子的社交规定了严苛的量化标准，结果就是孩子认为自己真的有社交障碍，或者干脆把社交生活决定权交给父母。三，强迫孩子保持快乐，忽视孩子真正的情绪表露。为了让大家对极端养育有一个直观印象，我们来看一个案例。20世纪90年代，湖南曾经出了一位天才少年魏永康，13岁就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大学生，17岁更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破格录取，被誉为东方神童。但最终因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与社交沟通技巧，同时知识结构也无法达到研究需要，魏永康最终被中科院劝退。魏永康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与其父母，尤其是母亲曾雪梅的养育模式密切相关。曾雪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小到大，除了学习，家里任何事情她都不让魏永康插手，她给儿子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甚至连牙膏都要挤好，为了让儿子在吃饭的时候不耽误看书。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曾雪梅还亲自给他喂饭。魏永康自己也回忆说，小时候妈妈总是把他关在家里看书，从不允许他出去玩。只要有女生打电话给他，妈妈都说他不在家，担心分散他学习的精力。因此，魏永康的性格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刻意回避和同龄人社交，而周围的同学也渐渐疏远了他。当然，还有一部分父母，他们的过度养育就是直接的放纵和溺爱，投入高，但是要求低。作者洛克形象地称之为直升机父母或者割草机父母，他们时刻盘旋在孩子头顶，孩子遇到风吹草动，这些父母就会直接空降，对孩子施以援手，清除障碍。洛克列举了一些在心理咨询中遇到的案例，相信其中很多我们也不会陌生。例如，孩子10岁了，父母还在餐桌上帮他们切食物；孩子成年了，不许他们考驾照；甚至有一位母亲不放心上大学的孩子，居然想在孩子大学校园里搭帐篷，并要求校方答应在开学的前2周允许自己和孩子一起睡。本书的译者、社会心理学家陈晓也回忆了一些自己在大学任教时遭遇的怪事。当自己的学生遇到麻烦和挫折，比如考试挂科或者违反了学校规定面临处罚时，他们的家长表现得比孩子还要着急。这些家长会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自己，心急火燎地拜托自己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甚至直接跑到学校来向老师求情。更有甚者，这些家长还会拜托老师出面给孩子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比如宿舍同学关系，甚至每天叫孩子起床去上课等等。洛克说，家长这种行为将直接导致孩子无法独立面对问题，
接受现状，并掌握解决这些问题的技能，并且会形成各种心理缺陷与人格障碍。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过度养育的出现呢？洛克说，这要归咎于几个因素，头2个是物质层面的。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生存环境更加安定，所以这就使得我们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要，并且把孩子的需要也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首先是孩子的自由意志和各类物质精神需求，其次是孩子的自尊。然而，对自尊的过分强调和重视，导致了一种养育观念上的误区，那就是优秀的孩子都是高自尊的，而孩子是否能够具备高自尊人格，原生家庭环境几乎要负担全部责任。所以，孩子在各个方面只要表现不佳，就会被笼统地归咎为低自尊人格在搞鬼。换句话说，是家长对孩子的照顾不周，导致了这种情况。然而，问题的起因可能截然相反，由于父母对孩子倾注了太多的关爱和资源，从而让孩子形成了一种特权感，认为自己是整个家庭乃至世界的中心，可以在任何关系和场所中为所欲为。更糟糕的是，如果父母错误地把孩子的反常表现归咎于低自尊，那么很可能会对孩子继续过度补偿，从而进一步助长孩子的恶劣行为，强化他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而恶果最终会在他们步入社会或成年后集中爆发。另外，由于整体教育制度的发达，以及各类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使得儿童心理学和青少年教育成为一门地位不断升高的显学。各类育儿理念通过发达的媒体渠道不断影响家长，由于很多家长并不具备专业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素养，所以就容易在接纳、消化这些育儿理念的时候出现简单、极端化的趋势。例如，儿童教育和心理专家会说，如果你对孩子各种需求和意见不大重视，没有做出及时回应，那么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就会降低，很难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当然，这种意见经过媒体一简化表述，就变成了孩子的感觉最重要。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误导，让许多本来已经对孩子做出充足回应的家长以为自己还做得不够，从而继续追加投入，反而让自己的亲子关系变成了不健康的过度养育。那么，在父母过度养育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到底有哪些问题呢？作者洛克就使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称呼，叫盆景儿童。盆景大家都知道，是用来装饰居室或者庭院的家养植物，被种植在不大的容器里，经常被修剪，以适应主人的审美和环境。盆景根系浅薄，生命力非常脆弱，难以经受气候变动，离开主人的休憩和照顾，就会枯萎死亡。而盆景儿童顾名思义，就如同盆景一样，高度依赖主人，也就是父母的照料。父母如同修剪盆景一样，对他们的生活和发展做出种种干预和规划。这些都导致盆景儿童在进入社会后无所适从，因为他们在独立生活后会发现，其他人不会像父母那样时刻关注和照顾自己，而盆景儿童则早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路径，如果缺乏这种无时不在的关心，他们将陷入崩溃，无法生存。接下来，洛克就结合自己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给我们列举了盆景童的种种缺陷。首先是生活自理能力差，过度依赖父母以及他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列举过一些案例。其次是心理弹性差，由于父母包揽一切，盆景儿童缺乏面对挫折的机会，当然也缺乏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心理调试能力，一点小小的不顺就能让他们深受打击，自我价值感严重受挫，难以恢复。第三是持续的焦虑和不健康的完美主义倾向。最后是孩子由于家长的过度投入而产生了一种特权感，认为不仅是父母，所有人都应该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一旦孩子在过度养育下变成了盆景儿童，那么亲子关系就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同时在伤害家长和孩子。作者洛克说，自己在咨询中就遇到了无数被困在这种不健康关系中，每天互相伤害又纠葛缠绕的父母和孩子。比如，一对父母抱怨说，自己年仅4岁的儿子阿龙已经在用情感勒索掌控全家，想让阿龙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讨价还价，给他额外的奖励，而且阿龙的要价越来越高，在游乐场里多玩10分钟，买一个冰激凌，诸如此类。
还有一对父母说，他们18岁的女儿黛西已经从大学退学，在家每天睡到日上三竿，什么家务也不做，沉迷于社交网络和电子产品。父母一旦建议她重返学校或者找份工作，孩子就暴跳如雷，找出一大堆理由拒绝，还斥责父母不懂自己。说到这里，可能很多身为父母的人就要问了，如何才能实现适度养育，避免自己的孩子变成盆景儿童呢？作者洛克提出了2个原则。首先，他继续用培养植物作为类比，提出要想让孩子茁壮成长，就必须让他们经历风吹雨打，帮助孩子长出更为结实的枝干和更发达、深深埋进土壤的根系。其次，家长应该对孩子的需求进行适度回应，同时把对孩子的期望降到适度标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洛克强调说，父母肯定要在妥善照料孩子的同时，帮助孩子逐步建立自信，因为自信是独立健全人格发展的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重视亲子相处的质量，而非时间。说白了，和孩子共度的时光，并不是越久越好，最佳解决方案是短暂而高频的共处。关于这一点，洛克的解释是：首先，亲子间的相处时间越长，越难保持一个愉快的理想模式。其次，短暂的分离其实有助于孩子逐步培养安全感和自信心。孩子已经和父母享受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所以他们会逐步学会在短暂的分离中自娱自乐，自主探索周边世界，这样既不会出现分离焦虑，也不会对父母过度依赖。洛克说，自己的经验是，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让孩子独处的时间应该逐步拉长。如果孩子能够在这段时间中独自玩耍，不出现情绪焦虑，就可以在奖励记录表上贴一个小贴纸，积攒一段时间后，给孩子一点小小的奖励。反过来说，家长也有充分的时间去完成必要的家务或者手头的工作，甚至有一小段独处的时光。其次，帮助孩子逐步建立自信的第2个要诀是积极但恰当的表扬。在解读过的其他亲子育儿类图书中也提到过，重点在于2个原则：一，表扬要集中在孩子行为的细节上，不要大而化之，用那些夸张的大词，比如你真是个天才，诸如此类。2，赞扬的行为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不断调整，不要因为孩子做了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给予表扬。3，父母的赞扬重点是孩子付出的努力，而不是禀赋。终身成长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德维克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跟一群孩子做拼图智商测试，做完了就把孩子分成2组，分别开始夸奖。对第一组，研究人员的夸奖是你做的真棒，看得出来你真聪明。而对第2组孩子，研究人员的夸奖就不一样了，变成你很棒，刚才的测试里你很努力。接下来，研究人员就宣布对孩子进行第2轮测试，但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被夸聪明的孩子纷纷选择了难度不那么高的试题，仿佛害怕成绩下降，无法继续得到夸奖。而那些被夸努力的孩子则纷纷向难度更高的试题发起了挑战。在后续更多的测试中，那些被夸聪明的孩子似乎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分数提升方面，没有第2组进步明显，而一旦失败，则会陷入更明显的沮丧状态。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在评价孩子时，不要用太多的抽象价值判断，否则的话，孩子会陷入简单的成功失败2分法，无法正视自己的失败，更无法从失败中获取成长的经验，鼓起勇气来自我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案。另外，在孩子取得成就后，不要比孩子表现得更为激动，这是因为比起父母，孩子更清楚自己为达成目标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如果父母过于激动，就会让孩子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从自己的成就中，父母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或者奖赏，从而让自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不仅如此，一些聪明的孩子还会利用这一点，实现对父母情绪的操控，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获得过度的物质奖励与父母的关注。从长期看，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都是不利的。实现适度养育，避免孩子成为盆景儿童的第2个关键点，是帮助孩子融入同龄人圈际，成为受欢迎的小伙伴，从而让孩子能及早开发共情能力，尊重他人需要，日后能够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在家庭中，
盆景儿童由于得到了过分充裕的物质生活和来自家人无时不在的关注，所以往往也容易滋生出缺乏社交技巧和同理心，以及自我中心的倾向。这些缺点都会严重妨碍孩子在家庭之外展开正常的社交。实际上，那些频繁出现在社会新闻中，在公共场合扰乱秩序、妨碍他人的熊孩子，其实并非天性恶劣，而是父母教育失当的产物。那么，家长该怎么做呢？作者洛克在本书中给出了丰富而详细的回答，但由于篇幅所限，我这里只给你简要摘录出比较重要的几点。首先，在家庭生活、亲子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同理心，留意别人的情绪和体验。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他喜欢的动画片、绘本的时候，一起探讨人物角色的感受，鼓励孩子通过这些角色的选择、面部表情来推断他们的内心活动。那些受人喜爱、有着幸福结局的主人公，到底是为什么得到了幸福？而那些反面角色，到底是做了什么，才导致他们被厌弃、被惩罚？其次，父母还可以让孩子旁观自己对于一些家庭活动的讨论，以便学会照顾他人感受，满足他人需要。例如，去哪里过周末或者聚餐，在购物时如何分配消费开支，以便兼顾全家人的需要等等。毕竟，父母的实际行为才能有效激发孩子模仿和学习的欲望。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就要在家庭生活中以同样的原则来执行。等孩子年纪逐渐增长，家长还可以尝试让孩子理解现实世界中他人需求的真相，这就可以通过家长和孩子有意识进行的游戏扮演来进行练习。比如扮演医生和病人、售货员和顾客、学生和老师，甚至残疾人和正常人等等，帮助孩子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体会他人的感受。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孩子尽可能创造足够的同龄人社交沟通机会，让孩子能够得到充分练习，即使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挫折，也不要贸然加以干预，让孩子自己去摸索解决方案。例如，在公园里，鼓励孩子去认识其他正在游戏的儿童，有礼貌地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一起玩。即使在游戏中孩子们出现了分歧甚至冲突，父母也不必急着去询问究竟，并裁决是非曲直。更好的策略是让孩子们继续独处，自行解决矛盾，并重归于好。进行适度养育，避免孩子成为盆景儿童的第三个要点，是培养孩子的心理弹性，让他们尽早建立从逆境中恢复心态平衡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逆商。通常，那些深爱孩子的父母往往陷入了一种思维定式，只有完美的童年，孩子才能拥有自信和健康的心理。结果事与愿违，这些盆景儿童已经把万事顺遂的生活当成了常态，压根没有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所以，父母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孩子一起接受一个真相：我们生命中大多数的时光都将是普通的一天，在小小的美好幸福之外，必然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们的付出未必有回报，我们相信的正义公平原则也会常常失灵，而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其次，父母当然要对孩子遭受的挫折和不幸感同身受，但这并不等于我们需要道歉或者亲自干预，替孩子解决麻烦，甚至给予物质安慰，因为这样会让孩子的意识中养成错误的心理路径，也就是说，自己遭遇的不幸可以归咎于父母，所以父母帮自己解决问题是天经地义的，顺便还以此为筹码索取补偿。同时，孩子还会患上习得性无助，说白了就是他们会认定自己的生活是由环境决定的，是被别人支配的，自己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去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作者洛克告诉我们，要想让孩子建立足够强大的心理弹性，正确的方式应该是：第一，让孩子体验所有的情绪，包括愤怒、沮丧、悲伤等负面情绪，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建立面对困难的能力和信心。第二，如果孩子的情绪是合理的，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选择倾听，并与孩子共情。举个例子，孩子会因为宠物的意外死亡而哭泣，父母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告诉孩子自己理解孩子和宠物之间的情感连接，这确实是无可挽回、值得哀痛的损失，自己也为之难过。然后在孩子情绪稳定后，再告诉他们，生命确实非常脆弱，离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最好的处理是牢记那些宠物和自己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宠物如果在另一个世界知道自己的小主人始终悲痛，也是会不开心的。第三，如果孩子提出了过分要求，不要答应，但可以允许孩子情绪宣泄。最后，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可以向孩子流露负面情绪，但应该同时告诉孩子，成年人能够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不要向孩子寻求过多安慰。进行适度养育，避免孩子成为盆景儿童的第四个要点，就是培养孩子的自我调控能力。注意，这个自我调控和刚才我们讲到的心理弹性还不一样。在看完原书后，我个人觉得作者洛克的这个自我调控更多是指制定行动方案和进行决策，以便让自己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幸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天生就比较强，知道能够在父母要求下停止玩耍，乖乖睡觉，能在上学后认真听讲，完成作业后再游戏。不过，大多数的孩子则需要父母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和规制。一般来说，孩子发展自我调节能力的黄金关键时期是3到7岁，所以培养必须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对此，作者洛克为家长提出了3条要求：一、父母需要设置有效的家庭规则，布置各种常规任务，分配家务；二、下达指令时简洁有效；三、对违规行为实施惩戒。同时，父母必须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遵守这些规定，这样会有效激发孩子的模仿和遵守行为，所有家庭成员都会获益匪浅。另外，这里的自我调节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哪怕家庭收入水平不错，也不要让孩子的生活过于轻松富足。作者洛克就说了，如果孩子意识到自己独立后依靠劳动所得的生活水平和待在家里继续啃老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那么孩子肯定会失去独立发展的动机。进行适度养育，避免孩子成为盆景儿童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点，叫后退一步，让孩子站起来。说白了，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要学会逐渐放手，允许孩子变得独立，相信孩子的能力，这样孩子才会更有责任感并成熟起来。为了让家长能够提早给自己的孩子制定一个逐渐成熟计划，作者洛克在本书中给大家支了一招，那就是家长们可以给孩子画一张这样的成熟坐标图。这张图的横坐标是孩子的年龄，纵坐标是孩子的独立和成熟度。身为家长，你可以从生活自理能力、自信度、对生活的调理控制能力以及经济独立能力等各个维度来量化评估。此刻，孩子距离一个真正独立而成熟的成年人究竟还有哪些差距？在孩子年龄抵达18岁之前，身为家长的你还需要和孩子一起完成哪些能力和心智上的培训，才能达到目标？如果家长们采取了正确而恰当的教育方法，那么这条能力成长线会呈现为一条平滑而不断上升的直线，最终在孩子18岁时到达那个合格的能力评估点。作者洛克在书里说，这些繁琐而具体的培养目标，有的可以直接设定硬指标，比如在孩子上学前，他们就应该学会独自睡眠，养成独立完成洗漱与房间整理等基本生活技能。到了初中，孩子就应该独立上学，学会洗衣服与一些简单的烹饪技巧。到了高中，就应该让孩子参与家庭开支规划，教他们如何利用有限的预算来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让孩子养成通过兼职来赚取额外零花钱的习惯，诸如此类。当然，在孩子的成长中，有很多能力的培养无法设立量化指标，比如道德观念、自律、个人动机的培养。正确的做法是，家长不应该给孩子创造一种类似无菌实验室一样的环境，让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和复杂性一无所知，而是应该在一种相对坦诚和开放的气氛中和孩子展开交流和沟通。话题可以涉及一切在成长中遇到的风险，学习成绩不好怎么办？如何看待同龄人怂恿你尝试酒精或者违禁药物？在男女亲密关系上，怎么才能算得体合适？等等。你可以让孩子诚实地说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真实想法，即使这些念头是错误、幼稚的，家长也不必大惊失色或者开始斥责，而是首先跟孩子指出这些错误选择的危害到底在哪里，将如何损害自己的长期利益。家长也可以在轻松的气氛下，比如观看完一场合家欢电影之后，
和孩子探讨这些角色为什么会做出剧情中的选择，这些选择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对人物的最终命运起到了哪些决定性的作用。切记，在讨论中不要简单的告诉孩子哪些角色是好人或者坏人，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建立中立、全面的思维模式。好了，这本适度养育的基本内容到这里就为你基本介绍完了。作者洛克利用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和心理咨询经历，向我们说明，过度养育已经成为今天家庭亲子关系中的一大常见误区，它只能培养出脆弱、焦虑、自我设限以及无法正常独立生活的盆景儿童。所谓过度养育，就是父母在养育中，无论是资源投入，还是对孩子的要求，都升高到了一个非正常乃至极端的水准。具体表现为，在投入方面，整个家庭生活以孩子为绝对中心展开，为孩子提供物质极大充裕的童年生活，甚至超越父母收入可承受的标准。同时，父母过度关注孩子的情绪，为孩子各种示范，甚至不良行为找借口，并做出过度解读。另外，父母还会对孩子过度信任，如果孩子犯错，父母常常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他人，甚至会让孩子形成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拒绝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应有的责任。而在对孩子的要求方面，过度养育的表现是在学业和特长技能上要求孩子出类拔萃，无视孩子的能力天赋短板，信奉大力出奇迹，不断压迫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让孩子不断自我加压，一点挫折都会让他们感到心理崩塌。在人际关系上，要求孩子成为同龄人中的社交明星，甚至为孩子的社交规定了严苛的量化标准，结果就是孩子认为自己真的有社交障碍，或者干脆把社交生活决定权交给父母。最后，家长还要强迫孩子保持快乐，忽视孩子真正的情绪表露。在这种不健康的养育模式下，孩子几乎不可能成长为家长期望中那种出类拔萃、自信、负责、全面发展的类型，而更可能成为生活严重依赖他人，无法面对挫折、自我中心、持续焦虑或者过分自我渴求的盆景儿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洛克在本书后半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适度养育观念，并且把它详细拆分为5个关键点，并提出了大量实操性方法。这5个关键点分别是：一、通过科学安排的亲子共处和表扬模式，帮助孩子逐步建立自信；二、尽早开始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理解他人需求，融入同龄人群体；三、培养孩子的心理弹性，让他们尽早建立从逆境中恢复心态平衡的能力；四、培养孩子的自我调控能力；五、父母要学会逐渐放手，允许孩子变得独立。在本书最后2章，作者洛克还特地为家长们列出了一些亲子教育中的常见问题处理方法，以及如何判断自己的亲子关系中是否出现了过度养育的警报，是否需要求助专业心理工作者，非常实用。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早晚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与书相伴，智慧人生。我们下一本书再见。